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我们今天的来宾卡老师又来了。Hello， 大家好。卡老师是我们的常客了，谢谢。因为每一次卡老师来跟我们访谈，流量都会大增对，所以我们今天又来邀请他，请他给我们一点指引。没有，主要是我自己把流量提高。没有，我自己也很开心来聊天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跟卡老师聊天就好像跟你的好朋友聊天一样，感觉很自在，没有压力。因为茶叔最开心了，终于又有一个台湾口音了。为什么都是大陆的口音？就是嘛，烦死了。好，那所以呢，今天我觉得我们聊一个跟大家切身相关的问题。好，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先爱自己。对，要爱自己。笨生咋不做呢？我们都做了。对啊，你不可爱哦。我在等你说完主题。对，爱自己以后干嘛？去干嘛？我觉得我们慢慢的导引入这个主题好了。我们先每个人都讲一下，你是不是一个爱自己的人？如果不是，为什么？如果是，又为什么？卡老师。我超爱自己的。You love yourself. I love myself so much. 怎么变成英文？不行了。OK， 我超爱我自己的。你要问我为什么吗？为什么？怎么突然冷下来？这个主持人怎么回事？今天怎么突然冷下？我觉得我超爱我自己的。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爱自己就是要买很贵的东西给我自己，比方说生日到了就要吃大餐啊，或者是买很贵的礼物给我自己。那虽然我现在也会这么做，但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爱自己的层面是，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会去想我自己真的是想要什么东西，比较是内心方面的。对，我现在年纪越大，越能够察觉我的情绪，对，不会让我自己委屈，然后我也不会讨好别人，然后一切就是我想要什么，我需要什么，以这个方面为主。然后用这个出发点去跟我身边的人沟通和相处，我觉得是我现在我自己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我已经进化了，跟年轻的我不一样。对，然后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在前一个播客跟俊老师有聊到这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我男朋友都会问我说：“哎，宝贝，你最爱的人是谁？” OK， 我自己。对啊。我毫不留情的说，就我自己啊，不然嘞。然后第二个是我养的猫，对不对？男朋友没有问，那你第二爱谁？对，第一次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说就我自己，而且我是毫不犹豫的说出来。然后他肯定会问你吧？对啊，他肯定会傻眼呢。对，他傻眼问你吧？对，第一次的时候他就傻眼说是你自己，那我呢？我就说我也爱你啊，对，但是我要先爱我自己，所以你也要先爱你自己嘛。对，反正就很好笑，就是看到他傻眼的样子就觉得很好笑。对，可是从这个表现我自己就可以知道说，哇，我对自己是很有自信的。对，然后我今天不会去想着别人要爱我，然后要怎么样求得别人的爱，而是我觉得我自己给我自己就是满满的爱还有安全感。对，所以卡老师，你第二爱爸爸妈妈还是爱男朋友？好啦，男朋友啦。对啊，开玩笑，就是因为男朋友就是家人了嘛，对啊，所以就是第二爱的就是家人，或者是一样爱这样子。对。其实我觉得满分答案。对，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就像一个杯子没有底一样。你给他倒再多的爱进去，都还是会流掉，你留不住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先爱自己，你也承接不了别人对你的爱，对不对？但是就像刚刚卡老师讲的，我觉得
爱自己真的分很多层次，比如说卡老师一开始从比较物质上开始追寻比较内心的自爱。对对对，好，来，那这个不免俗的问一下Ben叔，Do you love yourself？ 一定要这样吗？一定要加点恶心吗？要恶心一点，洋气一点。I don't， You don't， 要很夸张。You don't， 为什么？Don't you know？ 为什么你不爱自？为什么你觉得你不爱自己？我发现灿叔快受不了了。没有，灿叔就是说我在哪里？灿叔很 enjoy。他会不会等下默默关荧幕，然后离开？不行，这我录的节目一会儿就轮到你了，灿叔。等一下换灿叔，你就知道他更夸张。好，变叔来，变叔。哎，不问为什么吗？灿叔会换他的声音，要问为什么吗？还是要啊？变叔，为什么你都没有人？为什么你不爱自己？没人在接到下一个，没人在乎灿叔。好，要问，想哭。我小时候挺自恋的，我觉得。我小时候不是爱自己，我小时候是自恋啊，因为就是觉得小时候长得还挺好看的。我觉得我现在也漂亮啊。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烦死了我身边的人啊，那个18岁的时候吧，然后就是见到一个人就把手机给他说来给我拍照片，然后站在一个景点前面我就同一个景点我可能摆20个 pose 啊，就照的都烦死了那个人。哇，对啊，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那时候朋友圈什么9宫格嘛，然后都是放我自己的照片，就慢慢的后来就是随着长大就觉得那个时候挺蠢的，然后现在就都是风景，我一张我的图片都不放这种有一个过渡。但回到爱自己这个话题，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我一直在证明自己吧，就是想创造价值就是想告诉别人我挺有能力做很多事情的，但是我自己就是我总觉得我在做一些事情是爱自己的表现，但是我发现后来这些事情都不是真的去爱自己。比如我像卡老师一样，我也会买很多东西给自己，每次到那个免税店可能买很多这个护肤品啊、保养品啊、营养品啊，买到家也不吃也不用啊，可能我就是爱那个折扣吧，不是爱自己。原来是爱折扣。好。然后生活中，然后就是也不是很，就是越来越可能，就是总是填满自己要做很多事情啊。就最近佩佩老师又邀请我做东西，然后我已经就是忙得不行了，已经没有空再插东西。然后佩佩老师说完之后，我说 OK， 就我觉得我自己心里已经觉得我现在应该多做一些健身啊，或者是多做一些兴趣爱好啊，应该少一点扑到我的这个工作上面。但是有时候就是别人说什么，我可能无法拒绝，把自己就放到后面了。我的周六周日其实也都是排满的。哇，像我周六我约安妮老师，我说我真的周一到周五周日我都没有时间，我只能周六跟你录节目。然后安妮老师说不行，周六是我留给自己的时间，我要好好的享受生活。然后他这么说完，我就觉得对呀，我这是周六已经是我唯一的可以休息的时间，我还要给自己安排满就是控制不住的。虽然我知道爱自己很重要，但是我没法做到。我爱自己的方式就是吃一顿好吃的，但是这也不是爱，这不是爱自己啊！这个我觉得，就我的脂肪肝就是从轻度到中度。好好照顾自己也是爱自己的，对，所以我现在觉得我自己不够爱自己。变叔，那我再问你，你这样的生活方式很明显没有特别爱自己，因为健康是很重要的一环。你看，这是我的一周，对，还有时间留给自己时间去思考，怎么样生活的快乐一点，这也是爱自己。那很显然的，你没有给自己这样的时间，所以我的问题是，你会觉得焦虑吗？
我会焦虑，我就觉得我要爱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爱自己，其实所以我一会儿听听你们说，然后对，我教你。好，太好，我很会来了，太好了，太好了，心理导师。不是，我真的很爱自己。对，我教你一下，对，我真的要学习，我真的要学习一下。觉得我这个芯片这个 chips 我要改过来，打开了解，重新设定。直接没救了，换一个吧。韩老师怎么救我？韩老师教变书，是我先教他吗？还是先让灿叔回答？你先教他，等一下就忘记了，不着急，不着急。对，我觉得，你要当别人对你提出一个要求的时候，你要先去思考，我想要做吗？就是如果你在犹豫的话，只要有一点点的犹豫，那个答案就是不 ，no。对，然后然后你发现，如果你不想要答应别人的要求，或者是你不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深度去思考，为什么我不想做？因为我太累了，还是我不喜欢这个人，还是我可能想要怎么样，可能你答应别人是你想要从对方身上得到什么？对，比方说你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之类的。那你就要去思考，到底哪一个是比较重要？你自己的感受比较重要，还是别人的肯定比较重要？我觉得爱自己有一个，我跟你很大的不同是，你刚刚说你很喜欢，就是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还是什么？像我自己的话，我完全比较不是这样的。我常常都告诉我自己说我觉得我今天好棒哦。对，我觉得你要常常告诉自己说我觉得我今天很棒，一件小事情都可以。我打扫完了，我都会说哇，我好棒哦！我今天竟然把房间打扫干净了耶！我工作那么忙，我还能够抽出时间打扫，或者是我做一道菜，我都觉得哇，我好棒哦！我竟然会做菜。虽然我男朋友嫌弃的半死，就说这是你做什么东西？你男朋友是厨师嘛？对，但是我还是很有自信，我就说我又不是厨师，对不对？你看我还是做得到。或者是我今天去爬山，哇，我今天爬了3个小时，我好棒哦！可能别人爬得比我快，可是我觉得我跟我自己比较，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是你要自己给你自己，就是你要肯定你自己，对，不要去跟别人要那个肯定，或者是去跟别人要那个爱。我是觉得我好像被这个东西给束缚到这个一个一定的这个范围里边，我的生活就是为了那一点点的成就感，我可能牺牲了很多很多。就那个成就感我也是高兴的，不是说我做完之后我是觉得不爽，但是那个还是会给我一些安慰的。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可能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做一个我从没做过的事情，可能它也会给我同样的这种跟成就感一样好的感觉。但是我好像就是因为现在生活的框架，我没有办法去接触到那个东西，所以我感受不到另一种感觉，就是我总觉得我好像变叔，我教你一个方法，就是当别人拜托你或要求你，不管是正向或负向的东西，你喜欢不喜欢的东西，你都先回答他，让我考虑几天，我再回复你。因为我觉得你的问题是你难以拒绝别人，所以你在第一时间你就答应了。答应之后才后悔或不想做，那你已经答应了。就是我没有想到后面会要付出那么多东西。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先做第一关把关，就是不要直接答应别人，而是告诉他说我现在比较忙，我可能考虑2-3天再回复你好不好？你利用这段时间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值不值得做。对，另外就是我觉得你一定要有优先顺序。健身健康的肯定是优先顺序，对，这个要第一位。你不是牺牲了我把它放在最后，对对，所以我现在觉得变叔你要思考你的优先顺序是什么。你也年纪不小了，你已经快40了，我伤害了很多人嘛。但是我需要听这个，很好，谢谢茶叔。
这个是点到问题了，好像你开始要把你的优先顺序改变了。你可能之前觉得我每天都一天要排10几堂课我才满意，我才能证明自己，并不是这样，因为你的年纪赚钱的黄金时段可能已经不是那个时段了。这个是我的问题，我把我的健康就是总是对，我觉得它应该是在那儿，但我总是来新的事情，我就把它放到后面，放到第二天了。所以我建议你刚刚的第一个建议之外，第二个建议就是你改变你的优先顺序，健身是永远不能够往后推迟的。第二个，比如说你再去想，我觉得笨叔你的人生目标现在这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人生目标不同，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可能我会设半小时冥想，可能我会设半小时学东西。你要给自己一天至少挪出1-2个小时是自我成长跟让自己开心的，而这个东西都是不能够往后去推迟的。所以你要去思考，慢慢这样去做，你才慢慢会发现原来我有时间做自己，而不是去搭配别人，因为你现在的目标都是别人给你的啊。我脑海里有想，就是有一些时刻可能哇，阳光洒到那个床上，然后我就躺在那里边，你应该要像一只猫一样抚摸一下阳光什么的。对，然后我看见猫和狗那么享受的时候，我就想，哎，我都没有这样的时刻。我的猫都过得比你爽。对，是的，是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我的感觉。我的建议就是先学习怎么，不是说拒绝做一只猫，不是也是。我的意思是说，先学会推迟别人的要求，并不是直接拒绝别人，再来去思考你现在这个年龄阶段你需要的是什么。钱够用就好了，因为你如果身体不健康，钱再多也没用，都是给医生的啦。我是这样觉得，所以这个可以考虑一下。对，好，那我们时间不多，灿叔也要讲话，不然我们都要做 ending 了呢。我是在灿叔 ，Do you love yourself？ 你爱你自己吗？这是什么节目？为什么要这么恶心啊？对，来，其实我刚才听了一下，不管是卡老师还是笨叔，我觉得其实突然之间我对这个问题很困惑。因为先回答，你是要说 I do 还是 I don't？ Yes, I do 好 ，OK， 好，就是我会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挺难回答的，因为你从不同的切入点进去，你想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首先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挺爱自己的，因为我肯定和笨叔不是同一种类型的人，卡老师的可能有些困惑点也不在我的困惑点上。我就是不是那种别人很容易推动我的那种人，比如说我不想做什么我就不做，我甚至有时候别人会觉得我有点冷漠，就是真的是这个样子。就是我突然想起来以前有一个同事，我感觉我不是很喜欢他，后来他走了离职了再回来，然后打电话给我，让我和他出去吃饭，我没有接，他给我打了10来个电话我都没有接。我就是这种人，知道吗？所以对于我而言，我其实挺爱自己的，说实话，有时候甚至是过分爱自己。但是我也觉得这个爱自己呢，可能也是我的一层壳，我会这样想。所以我把自己包得比较紧，在这个状态里头，我是挺爱自己的，我也挺相信自己，甚至说我想做什么我就去做。我和你们说过，前段时间我想，我要写小说了，我就奋不顾身的就花了1个多月时间写了东西出来。我很多事情我都不在乎，我就写了，甚至后来写完之后挺好的，我甚至都不想工作了。我觉得是这个，甚至我钱都不想赚了。你那段时间有学生问我说，我报了灿叔的班，为什么我给他发作业他都不批？太爱自己了吧？对，我也有学生email 给我说灿叔是不是失踪了，我们要不要帮助他？对，有学生那个白兰要我说，查叔你去帮助一下灿叔怎么了？对，还有一个学生之前上过我们的节目的，叫什么名字？就是法国那个加拿大那个女生，她有我的微信，她说灿叔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也是？
不见了，闭关修炼。对，我真的那一段时间，我有时我这个人是这样，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很投入，抛弃所有，什么东西我都不想管了。就是我，但是你有录大叔很好，对，大叔我没有扔下。对，那段时间我觉得我 Instagram 都不想做，所以有一段时间 Instagram 不是丢了嘛？就那段时间我把 Instagram 给删掉了，我不想做这个东西。哦，所以后来我发现在觉得还是要用的时候，发现找不到，然后我以为被偷了，后来发现原来密码我忘记了上个星期才被我找到了。我是觉得就是有时候跑题了，跑题了，就是我可能真的是太爱自己。我觉得其实反倒是我的需要的能力不是说很应该更爱自己。而是说把自己打开一点，更看到和我周边的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有时候会把自己包太紧，我有时候会忽视我周边的人的该爱别人了，对吧？对，我需要多爱点别人。对，是这样的。每个人的问题不一样，说实话。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的一个状态其实是从小的生长环境有关系，还有我后来发现就是我和我父母的关系对我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就是我父母都是非常非常爱自己的人，就是在我很长的一段人生里头，我发现他们都很在乎自己。就是我爸他们有自己的生意要做，我妈有自己的事情要干，就是我们可以很久不联系，感觉好像都没有什么，大家也不会关心彼此，也不会那么 care 彼此的生活有什么，所以大家把自己的生活过好就行。这段时间只是因为我觉得慢慢自己年纪变大了，而且父母退休了，他们不干那个家具厂的事情了，我突然觉得他们好像很可怜。就是前一段时间国庆来我这里之后，我觉得我一下定决心应该和他们多说话多联系。但是等到他们走了之后，回家了之后，我发现不只是我，他们一样，我们已经很难有这种习惯再去聊一些彼此的生活。我们还是会很爱自己，还是会把更多东西放在自己身上，还是感觉好像很难踏出这一步。所以我的问题不是爱不爱自己，而是我可能需要真的多爱点别人。这个对，太爱自己了。我觉得这个我输了。这个主题太有意思了，就是说不能说过度爱自己，就是我觉得我们人有时候会活在自己要爱自己的框架里面，然后可能会忽视了，或把自己封闭在这个概念里，然后去忽视了对外界的交流，有时候也是一种爱自己，但是我们把这个关系给阻断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爱自己并不是一味的就去追寻自己内心要什么就好了，有时候可能也要去问问自己，你跟外界的关系是怎么样。我觉得一个和谐的对自己对外的关系才是真正的爱自己，并不是一味的去追求我要什么，我内心要什么，我外在要什么，我就这样做就好了。对，所以因为我们的情绪不免会被外在的人所影响，跟你相处的人所影响，跟你周围的人所影响，这个都会影响你爱自己的那种成分跟水平。对，茶叔，我们还没恶心你。好了，我们三个一起问好了啊！不用问了，我直接讲答案。好，茶叔 ，Do you love yourself？ 这应该是我们录过最恶心的一期了。爱不爱？Yeah, I do。为什么？我应该这样回答。现在的我觉得我爱自己。但是可能在几年前我没有想过爱自己的这个观念跟概念。对，我可能在我这个年纪的年龄层的人真的很少去想这样的问题。那几年前你没有想，你在爱自己吗？你现在回想的话，几年前我觉得没有想这个问题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因为我回想我前几年，觉得我前几年我已经50岁了嘛，我觉得我可能40几年都浪费掉了。我应该要早一点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发现我先说为什么现在我爱自己好了，我们才能够去对比我以前为什么觉得没有去想这个问题是可怕的。另外就是我提醒年轻的苦口婆心的提醒年轻的小伙伴们，其实你们应该早一点去思考爱自己的问题。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从今年开始，我的人生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变，就是我发现我已经50岁了，就再活也没几年的那种感觉。所以不要这样讲，我会觉得就是说我的人生还可以有什么改变，我还可以享受什么，我还可以改变什么。所以我从今年初，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焦虑感。我要怎么过跟之前40几年不同的生活？对，因为我觉得我从今年开始，我告诉自己我应该要半退休，一半的半哦，半退休，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我希望能够看见自己还能够做什么，所以今年开始，我给自己比较自律的生活。我应该说。今年的前半年我还没有想那么多，从7月15号开始，日期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要给自己一个很强制的时间表，我要开始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我要好好的用我的每一分每一秒。我真的开始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真的觉得我50岁了，不管我这40年来我做了什么，我希望今年对我来说，今年以后对我来说是崭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爱自己是必须要很自律的。我现在每天都5点半就起来，然后先运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接下来是工作，工作完之后，我现在在学写字啊，就是我买一些字帖，我想要把字写得漂亮一点。我现在每天会花1个小时练字，然后吃午餐，下午我一定会先让自己运动。我的运动是包括瑜伽、冥思，还有一些健身的运动。我要运动3个小时，这么久？对。然后接下来再工作1小时，然后就是吃饭什么。晚上我还有别的，我现在买了那个叫什么乌克丽丽面膜啊，没有面膜。我现在想要学的那个吗？啊，那个是那个当然是外表，那个也有，就是我希望很多层面来做这件事情。可能卡老师不晓得啦，我有买那个什么生胡子，我也不晓得，我也不晓得，我笑你被戳到很难听，我还在笑面膜，就是然后我有买那个乌克丽丽，就是老人家听说学乐器对脑的发力，就是乌克丽丽神经或什么连结很有帮助，所以我现在在学乌克丽丽，真的蛮难的，因为我这个人没有音乐细胞，但是我想要学一些东西，所以好了，跨年的那个节目有了，大叔。大叔中文可以表演，对啊，可以，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现在很爱自己。那之前的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导致我觉得我这40年有一点都没有过得足够精彩，我觉得有一点点遗憾，但是一切从现在开始都不迟，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也会去游2次泳。对，然后去跟那边的老人家聊聊天，然后享受生活。所以我现在真的觉得钱对我来说，我的需求就是够用就好。赚钱对我来说，甚至工作的时间对我来说，我现在非常的非常的计较啊。就是我早上工作1小时不能再多，下午工作1小时不能再多。晚上工作1个小时不能再多，一天就工作3个小时，我一天就工作3个小时不能再多。对，好像你直播的时间缩短很多，缩短非常多。对，而且学生也觉得很开心，没有听我啰嗦1小时，半小时就够了。所以我现在对自己爱自己的方式就是，我不要再变成工作的奴隶，只要我的钱够用。而且我的确现在够用了。所以我每天就是坚持工作3小时，不能再多。有学生要订课，一律拒绝，我都是这样子。你现在没有接私教课吗？有，还是有一些比较熟的，然后那个薪水比较高的学生还是会有。然后再来就是运动就是我把那些都包括在冥思瑜伽里面，都算在里面，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包括去游泳，然后学习一些新的玩意儿，我觉得我也很开心。所以我现在
就是享受生活。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我现在把钱跟工作压得非常的低，然后我一定每个礼拜一定会找几天去跟一些朋友聊天，比如说我们有个英文俱乐部，我会跟一些老师去学英文，用英文聊天什么的。然后你们也知道我有做志工嘛，所以这些都是我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很爱自己，是我很满意，我很努力的过着自律的生活，不容易，但是我觉得我很努力的去做。对，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是爱自己的。但茶叔，你好像也没有这个躺在床上抚摸阳光下的床单这个时刻是吗？抚摸什么样的时刻？请你讲快一点好吗？会啊。抚摸什么？我早上都会去公园，一定要晒到太阳。如果有阳光，我一定要晒到太阳。抚摸树皮。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很无聊啦，我都会给自己创造一些公式跟口诀。我去公园运动或散步的时候，我给自己5字口诀。树，我一定要看到树。叶，我一定要看到叶子在风里面飘。云，我一定要看到云。人，我一定要看到人。楼，我一定要看到建筑物跟楼，去观察它。所以我每次去公园，你现在转头就能看到所有的，你那个窗户外面我都能看到。我们人太多时候就是这样随眼一瞥就过了，人生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慢慢品味的。我一定会躺在那个公园的板凳上，看着云怎么飘，我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它有什么变化？是不是有飞机飞过去，或者说有鸟儿飞过去？所以我不是说看完就算了，我会去看一下，静下心来看这些东西的变化，甚至跟一些可能自己那天的遭遇做一些连结。我就这样，我就是这样躺着，我跟猫就是一样啊，这样躺着看云在飘，然后5分钟我就觉得内心的那种忧虑烦恼都没了，都被云给带走了，都被飞机带走了，就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然后又有阳光洒过来，我就觉得很开心，就觉得今天是一个全新的人。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每天都要告诉自己要有不一样的感受跟感觉。对 ，OK， 对，我先讲回一下主题可以吗？对，我要打断，这个是因为我们的主题还有一半就是爱自己，快聊完了，在约会，对，在约会，这个是卡车，我在等这个对，为什么我会想要讲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啊，他们就是不够爱自己，他们会往外求爱，就是希望说我今天交了一个男朋友，或者是有一个对象以后，就会有人爱我，所以自己这边是空的，会一直去期待说自己的另一半可以爱他，所以我才提出这个主题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先爱自己，自己满了以后，我们才可以约会。我们自己是满的，然后自己是够爱自己的，我们才有这个自信去找到更好的另一半。那爱自己的这个转折，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不是一个爱自己的人。我曾经很爱以前的男朋友，然后什么借钱给对方啊，什么什么我都会做，就是希望说对方不要离开我，这样真的很不爱自己。可是最后我的结果都是很不好的，比方说被劈腿啊，还是分手啦。所以其实对我就是有一段时间让自己单身个几年，然后去享受一个人。那个一开始其实很难，因为你一开始你就是没有一个人在旁边，没有人爱你，然后你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爱自己，对自己。但是也是慢慢自己陪伴自己，训练自己，开始带自己到处旅行。所以我学会自己独旅，当背包客，也是单身那段时间来的。然后我发现哇，我太爱这个感觉了，原来这些东西都可以是我给我自己的。以前很年轻的时候，我想要出国玩，我都会等我男朋友带我出去玩。我就觉得我在干嘛？为什么我不可以好好照顾自己？我想去哪里，我想吃什么，以前都感觉要等着别人带我去。但是我单身的那个转折点就是这些我都学会了我已经会爱自己了。所以我那几年单身到最后就是认识我现在这个男朋友之前，我已经就是
没关系，我过得很好，我很满足，我很爱我自己，我一个人很棒。但是如果有人爱我，那就加分，锦上添花，没有也没关系。所以这个主题就是，我觉得爱自己很重要，要先爱自己，然后我们再约会。如果你自己不是满的，不是有爱的，不是好的状态，那你可以，你会把这个很坏的状态传给你的另外一半。对，这样子不好。你甚至会去要求，或者是甚至去 PUA 对方，要对方给你爱。这个是不健康的关系。而且你会一直问对方，你爱我吗？你到底爱不爱我？你会一直要寻求从对方身上寻求就是这样子。对，就是他会不够爱自己的人，会很没有安全感的去求爱。是的，对。所以我现在天天洗脑他，照三餐洗。我说你要爱你自己。对，所以如果你问男朋友，他会说第一是爱你，对吗？第二是他问我的时候，我第一个一定说我爱我自己。我问他的时候，他会说他爱我。对，他从来不会说他爱他自己。男人一定要这样说呀，不然女人一定会生气啊，对不对？好像是，但是他真的也没怎么办？如果你男朋友说我爱我自己，你肯定心里不舒服嘛，是打嘴巴。对，因为这个是男人的标准答案，不能怪他。哎呀，不是啦，就是其实我们常常说，有人都是因为内心很寂寞才去找爱的一个人，对不对？很多人是这样，自己空虚寂寞有点冷的时候，对啊，赶快去上那个 app 找个女生啊，找个异性啊，然后怎么样交往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有些人没有先爱自己，而是自己内心寂寞了才去找对象。所以我们请这个有切身经历的Ben叔来告诉我。我这期主要是要听 Katrina 老师的故事，因为我在想 Katrina 老师这么好，为什么之前那个男朋友会劈腿？就是我觉得我觉得我的好是我现在你看到我现在这个版本的我，可能10几年前你们都还没有认识我10几年前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我10几年前是没有自信，觉得自己不够漂亮，不够厉害，不够聪明，然后不够会赚钱，什么都不够的人。然后我就会希望说有一个人可以对我好，而且我觉得我那个时候不是很独立，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我要去哪里玩啊，吃什么，我都觉得我一定要别人带我去，或者是要有一个伴我才愿意去。我没有办法承受那个一个人的孤独跟寂寞。可是现在我超 OK 的，像今天其实是我男朋友休假，然后他在隔壁睡觉，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今天很忙，我今天又有课，然后我又有访问节目，我今天很忙。我说你今天可以不要在家吗？我还叫他不要回家。我说你今天可以不要回家吗？你就出去一整天好吗？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想要一个人就是在家有一个就是你知道，就是我想要在家很专心的工作。对，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你在家工作我就要出去外面流浪？对，你说你要爱自己要多走走，出去找找乐。康老师，我很好奇就是我觉得啦，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你比起你的男朋友，你是更爱自己，你是更爱自己的人，感觉是这样子。是。那我想问的问题是，一个爱自己的人，他的对象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爱自己的人，在相处起来会不会有一点困难，或者是说这是一个把你往下拉的一个过程，还是你把它往上，不再让它往下沉沦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们是互相适应，必须要很努力的互相适应，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其实他现在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他现在的一个个性跟我以前很像，所以我看到他有一种熟悉感，我不会觉得他很奇怪，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OK， 那其实也没有关系，我就会跟他沟通。然后他也不是完全不爱自己，并没有啦，他有自己的兴趣，他有自己的朋友啦。
对，所以他如果因为他非常爱健身，对，他是一个就是健身的巨，你们知道巨吗？没听过。巨大的巨，巨大的巨，就是肌肉男，细菌，对，肌肉男，对，我朋友都说他是巨，但我觉得还好，看习惯了就，反正他就很爱健身，然后他又喜欢打拳，对，他练拳击，他有拳友，还有健身的朋友，所以他有时候也会跟我说，就是那个我下个礼拜要跟拳友去这个练习一下。对他其实我觉得他也越来越爱自己了，就是他有什么时间的安排，他不会先过问我，完全不会，他就会先答应别人，然后再告诉我说我要去咯，然后我通常都 OK，没差，反正我们都住在一起了，无所谓，天天见面。可是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不是这样，我以前年轻时候的恋爱是我要做什么我都要先问对方，对，好像要先得到同意还是什么的，那如果对方不答应的话，我就会觉得不行，算了，那就算了，我要听对方的话，不然的话对方不会爱我。可是我觉得他现在也是跟我一样，就是比较就是独立了，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自信，然后越来越爱自己，越来越独立。对，对，有时候他跟朋友约了，说那个我几个朋友下礼拜要来我们家住个1天因为我们因为是外县市的朋友，外县市的朋友要来家里住1天，然后那个我们沙发就给他们睡，然后我要跟他们玩1天，然后我一开始听到他这样安排的时候，我就你没问我。你去哪里啊？对啊，这个要问吧？你问在家里住要问一下吧？对，你没问我什么的，就是对，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怎么说呢？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他也不会害怕跟我沟通，对，就是他会好好的照顾他自己，对，当然朋友来家里住啊，或者是跟朋友约出去，我一律都是听完我就好 OK 这样子，不要影响到我就 OK， 对，是啊，但是我觉得爱自己就是在某种层次上面也必须要考虑到他人的感受。有啦，有，我们有，因为我是狮子座的，惹到我就是对惹不起，对，狮子座，我跟俊老师一样啊，我们刚刚在录播课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真的年轻的时候是真的很火爆，惹不起。对，会，我们会互相尊重。对，我觉得凯老师的核心点就是，其实就算这个关系里的人都要有独立性，就不管你是更爱自己还是更爱他人，更爱自己的这个最终的核心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我们不会过分的去迁就他人的感受。主要是这个，我觉得是对。就是不要向外求，你自己可以给你自己的足够的安全感，跟给你自己足够的爱，这个时候你就不会一直往外求，然后不会委屈，那你就会做到好好的爱自己，照顾自己。对。可是我个人经验啊，我觉得说起来容易，真的做起来还蛮难的，特别在约会，在有伴侣的、有男女朋友或有伴侣的这个过程中。我记得以前我交往过嘛，然后就是这个女生她的个性特别的奇怪，就是她有时候传简讯给她然后她开心就回你，不开心就2个礼拜不回你，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被她控制了，被她掌控了，所以我有时候一边上课一边会等，我手机开在那边会等。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他怎么都不理我，3个礼拜都没有，他是不是不要我了什么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就会觉得，好像我生活在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关系中。然后我觉得那也是某一种层次的不爱自己，因为你太没有安定感，你太以他为主了，你会太在乎失去他了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种真的也很不容易。你要爱自己，但是在一个感情的关口当下。你真的会忍不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对，恋爱脑的时候，真的有时候很难只想到爱自己，
然后另外我要说3个礼拜没有回简讯是真的不要你了你是真的备胎茶叔，我也真的被甩了。还是说是不是不要我？不用怀疑，他就是不要你3个礼拜。但是茶叔的耐心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我还是坚持下来了。对，怎样？你撑了3年吗？他3年还没回你，我还是坚持下来。不过这个就是另外的故事了啦。那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爱自己的关系，我们都讲到约会哦。我其实蛮想问灿叔的耶，灿叔爱自己的，他突然被灿叔很有经验吗？他醒了。不是，你一说约会，我以为是问我的。不是，他要切话题了，他要切话题。刚给你机会，你不回答，我现在要 cue 灿叔了。灿叔，因为你跟我们不一样，是你在一个婚姻关系中。在婚姻关系中跟谈恋爱中的自爱，你觉得就是爱自己的方式或感受有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呢？因为考倒他了，考倒我了。其实因为我刚才听的时候，我回答没有不想回答。我当时听的卡老师说的时候，我也在想，大概就是在关系里头，就算一开始我前面也说了，我是一个很自爱的人。但是说实话，在关系里头是很复杂的，我觉得。对，你会这个东西就是你进我退这种关系，好像比如说别人有这种需求的，你虽然说很自爱，但是你肯定会在乎别人的感受，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不自觉会迁就他人，但是你这个迁就他人的状态可能未必是他需要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他又会引起他的不舒适。就是你这个迁就其实不是完全发自你的内心，会有这样的。就我老婆有时候老说，就是你这个行为不是很真心，就是你迁就她的状态不是很真心。女人呢？女人对，这个问我很有感觉。你很有感觉。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反正很难，就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关系，我老婆就和我说最多的话就是希望就是能把我就是我身上其实可能包裹了比较多的东西，他希望我能真正展开袒露和他，就是我有什么不好的一些状态都能直接和他说，我有不好的想法都直接和他说。但是我这个人我会习惯性把很多东西先压下去，我觉得没必要说，那就不说，这就造成一定的隔阂。但其实在这个程度上，我是觉得我是自爱的，我是自怜的，我要保护自己的。那说实话，这个在关系里头它又是一个有矛盾的状态。我觉得好的关系就是我们都说这么多，我觉得好的关系一定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我们就算没有彼此，我们也可以过得很好，这是有一定的独立性，不是完全依附于对方的。但是呢，好的关系又需要你们两个有一定的交融，一定的这个心灵相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永远是很复杂的，我没法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我好好爱自己就好，或者我好好理解他人就好，没有这么一条简单的路，永远是在摸索碰撞，对，然后最后慢慢可能磨合到一条相对会大家都比较舒适的一条路。所以你可能和这个人是这样走这条路的，但你最后可能和这个人分开了，你换了另外一个人，他的模式又不一样，你可能要重新探索另外一条路。所以我是觉得还是很复杂，没有那么简单。对，对，我觉得爱自己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课题，因为当你到了不同的环境，当你面对了不同的人，当你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关系，你爱自己的方式可能都会改变。就是我现在爱自己，我觉得我很满足，可能说不定5年后我已经不安于现状，我可能又用不同的方式来爱自己。对，所以我觉得爱自己也有分年龄层的不同。对，我加一点，就是我觉得爱自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你要学会说出自己的需求。就是学会标记说出自己的情绪。以前我跟那个俊老师一样，年轻的时候生气就爆炸，可是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只会说很简单的形容词，就是我就不爽啦，怎么样啦，生气啦，就开始爆炸。但是我没有挖掘说我为什么生气，可是我现在我会标记自己的情绪。好，生气为什么？我是觉得委屈，所以我生气，还是我觉得不公平，我觉得生气。所以我现在
我觉得最好版本的我就是现在，当我生气的时候，我的另一半会看得出来说，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生气？如果我现在当下没有办法标记我的情绪，我就会说，好，我现在很生气，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因为我现在还在厘清我为什么生气，所以你可不可以让我冷静一下？我过一阵子，你可以给我可能几分钟或者是1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晚点我再跟你沟通，可以吗？哎，我现在做得到这样，这么好，这个厉害！我从一个很火爆的一个人，我以前小时候曾呼过邻居巴掌，我是这么火爆的一个人哦，我一生气我就呼人家巴掌的人，然后我现在可以就是变成这样，然后完全想象不到，非常理性的说出自己的需求，我觉得我这样就是更好了，因为我懂得理性的说出自己的情绪跟需求，让爱我的人知道怎么爱我，那这样也是另外一个爱自己的方式。会有就是会，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好像就是我们人好像对自己多少都有个人设，就是你在关系里头会觉得我其实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这我会觉得，比如说我可能在婚姻里头，你们没有在婚姻里头，那我在婚姻里头，我是又是一个爸爸，我会觉得其实我是一个好老公，我是一个好儿子，这就是我的一个人设。那我会觉得我的所有行为，其实在我认为的范围都是符合这个人设的。那这样的话，其实和我真正本身的一些行为，它是有差距的。我本身的一些行为，其实我可能也会暗戳戳的说一些攻击他人的话，比如说攻击我老婆的话，但是在那一瞬间，我可能会觉得，哎，我只是开个玩笑，哎，我只是随便说一下，那这样的话，其实反倒造成了对方的一个困扰，就是说你分明是在攻击我，你说很难听的话，然后你又觉得你自己没有这样说，你又认为自己其实做得很好，那其实这样的话，就造成对方的一个不确定性，你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刚才像卡老师说，这个方式就很好，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的需求说得非常清晰，或者你的感受说得非常清晰。我以前就是给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我有一个人设，我觉得应该做什么样，就是比如说一个男人应该怎么样，一个爸爸应该怎么样，一个老公应该怎么样，我觉得我应该这样去做，但其实我内心还是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我不去表达，我只是压下去，但又没法完全压下去，它就会变成在另外一个途径去生长出来，去攻击对方。所以现在其实我会慢慢的学着去真的表达我一些不舒适，我会告诉我老婆，我说你刚才这句话让我很不舒服，就是我这样的我会这样是不舒服。比如说我老婆现在在减肥呢，我就告诉她因为我最近在用 AI， 有些比如说 DeepSeek 啊，什么千问啊，ChatGPT 之类，我就给她推荐，我说你可以用这个，可以用另外一个。然后我老婆后来用发现有些东西有点问题，然后有点问题，就说这个好像不是那么靠谱，我就直接的一个反应，下意识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就是觉得你好像对一些东西也挺挑的，这其实就是一个攻击，你知道吗？对，这个其实我没有去想，当下没有去想，我会觉得其实我是在，然后后来我冷静了一下，我和我老婆说，这容易爆发吧？你说完这个，对，我和她说了一下，我就说，后来我冷静一下，我说我为什么刚才和你说这句话，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在质疑我给你推荐的这些东西，你认为所以我当下有这么一个反应。所以其实就是反过来，你需要去回溯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说这句话，然后因为很多话它其实表面是这样的，但是潜意识底下的一些东西它不是这样的。你攻击别人的话，其实肯定是有原因的。我们都说嘛，没有什么所谓的开玩笑，开玩笑都是半真半假，但真实的东西就是底下的一些东西。所以你一定需要，特别是我是觉得人和人相处一个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人都是社会性动物，最重要的一个其实就是我是觉得关系是一个我们可能在整个人生里头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可能你们两个现在没有在关系里头，就是关系我是觉得就是要两个相处好，一定需要把你最内心的甚至有些不好的想法一定要说清楚，让别人明白，你不要给人产生一个困惑，你明明去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你又觉得我不是这样的人，那你就让别人觉得你到底哪个是真实的你呢？
我觉得一定要做真实的你，做真实的你，然后哪怕在前期或者有争吵呀，大家意见不合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可以慢慢的弥补，慢慢的就是磨合起来，它慢慢会越来越顺。你假如一开始为了表面的平和，我压抑自己，然后其实很多东西差距会越来越大，因为彼此对对方的了解本来会这个隔阂越来越大，因为都不是真实的。所以我觉得关系一定要真实，爱自己其实一定要做到真实，不要委屈自己也是真实。那这个真实的度其实是很大，就是真实不只是纯粹就是说我这个人很好，而是说我就算有些不好的东西我也可以展示出来，让对方明白，他要能接受，那我们这个关系就慢慢越来越好。假如不能接受，那说明我们可能真的不是很适合在一起。对的。哇，听起来很难。不错不错，哇，听起来感觉做了很棒的结尾，很有深度。对，听起来爱自己真的很不容易，很难很难。当你处在争吵中，你爱自己的度在哪里？那你可以不爱别人吗？也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度真的有待各位同学自己在人生中体验一下，如人饮水嘛，好，冷暖自知，对不对？对，好，其实我就想到一句话，就是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应该是花啦，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剪一下，把我剪完美一点好吗？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所以我们在学会爱别人之前，都要先学习一下怎么爱自己。对，你想遇到对的人之前，自己要先成为那个对的人嘛。是的，所以爱自己是个很大的课题。然后你也不要要求在关系中一定要对方帮你疗伤。感情不是救赎啊，感情是希望两个人往更成熟、更好的方向前进。好，那今天的话题，希望大家喜欢，大家也可以扪心自问啊，你爱不爱自己？好，那如果你爱自己，恭喜你。如果不爱自己，如果不爱自己，希望你的脑海中出现我们这句英文的问句 ：Do you love yourself？ 会，你每晚做噩梦，你一定会爱自己。好可怕，变数的声音特别可怕。好，那我们就在这一句 "Do you love yourself" 结束今天的播客，我们下一期再见。再见，谢谢卡老师，拜拜，谢谢，拜拜。